辉宝今天给园区霍霍的乱七八糟，让爱宝在园区一秒也不想多待，想着让奶爸赶紧给自己开门，让自己回去。辉宝今天又创造了史诗级画面，连压4根南川宝，恐怕这个园区能有力气干出这件事情的，除了爱宝，也只有辉宝。辉宝给南川宝压弯腰后，转头又给看热闹的瑞宝揍了一顿，给瑞宝从小亭子上拉下来，重重摔在地上。爱宝看了辉宝这操作，都愣住了。辉宝的这一招，自己有教过吗？就这还没完，辉宝接着继续整活。辉宝试图爬到小树上，但辉宝不走寻常路，而是想直接咬着绳子上去。辉宝牢牢咬住绳子后，开始在绳子上来回折腾，但绳子因为辉宝的体重来回晃动，一下就给辉宝甩了下去，给辉宝摔了个四仰八叉。辉宝不以为意，继续爬。姐妹俩这操作，爱宝都没眼看了。爱宝表示自己先溜了，这俩孩子现在已经超出了自己能管的能力范围了。爱宝来到奶爸的门口，给奶爸敲门，让奶爸赶紧放自己回去，再不回去自己血压都要高了。而作为当事人的瑞宝和辉宝此时并不知道妈妈的脾气已经到了顶点，姐妹俩还在抱着脚丫在那儿啃呢。姐妹俩主打一个没心没肺，活着不累。爱宝回去后，老宋头赶紧出来打扫卫生，而辉宝这时又忙起来了，又开始整活，想从树上下来，但依旧不走寻常路。辉宝抱着树干直接垂直着滑了下来。辉宝下来后，转头发现了老宋头给妈妈放置的窝头，但此时老宋头正在门口看着辉宝呢。辉宝想下手，又有点不敢，这个想吃又不敢的小动作真的给姨姨们看笑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下一秒瑞宝想要爬上来时，就给辉宝吓了一跳。看来辉宝还是想偷吃的。等辉宝再一回头，发现妈妈已经来了。辉宝这里不整活了，瑞宝这里又无缝衔接上了，抱着妈妈的竹子一下摔下了小亭子，给妈妈的新竹子撒了一地。爱宝马上就要压制不住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了。最近辉宝的体重成了两个爷爷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前有将爷爷抱着辉宝，表示感觉像是在抱爱宝一样。后有宋爷爷在园区当着姨姨们的面直接询问辉宝是怎么变胖的。此时辉宝想说，胖点怎么了？再说我胖就给你皮靴偷走。以前你可没有嫌弃过福宝姐姐胖，甚至还因为福宝姐姐胖，还给她取了爱称叫墩墩。怎么到了我这里变胖，就成了一件坏事情了？只是因为自己不是你的初恋熊吗？这爱宝2胎后，宋3岁总是被瑞宝辉宝欺负，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宋3岁总欺负瑞宝和辉宝，导致了现在瑞宝和辉宝见到江爷爷来园区，则是笑脸相迎，嘴角不自觉的就会上扬。而当看到宋3岁时，姐妹俩就在原地纹丝不动。宋3岁站在树前，试图用自己的魅力引姐妹俩过去。辉宝本想过去，但走到一半发现是宋3岁，而不是江爷爷，又掉头走了回去。最后只能宋爷爷主动过来套近乎。还有就是宋爷爷来收熊时，姐妹俩在树上不下来，连盆盆奶都诱惑不了姐妹俩，这让宋3岁束手无策。而宋3岁以他3岁的头脑，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姐妹俩不听自己的。而盛熙阿姨和江爷爷每次接他们下班时，他们都很乖巧。宋3岁再不长大，可能以后瑞宝和辉宝也不喜欢和3岁的人玩了，毕竟自己马上就要1岁了。大熊猫1岁换算人类年龄的话，大约为3.5岁，也就是宋3岁还比瑞宝和辉宝小半岁。宝今天下班一点前摇也没有，这速度不光盛熙姨妈和宋3岁看呆了。此时的爱宝和辉宝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今天爱宝和姐妹俩在下班的前几分钟里正躺在小木床玩耍，此时瑞宝被爱宝搂在怀里一顿宠溺，像极了爱宝对她这宝贝女儿怎么爱都爱不够的样子。瑞宝跟妈妈玩耍完，爬到了小滑梯上去找妹妹，这下母女3个就凑到了一块儿，堪称一副完美的母慈子孝画面。隔壁的乐宝此时正趴在地上注视着爱宝和自己的2个女儿，乐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爱宝那边一动不动。乐宝此时正心生羡慕，想要过去和爱宝一起过着温馨日子。而姐妹俩这里就这样在小滑梯上给她的老爸尽情展示着自己的可爱。瑞宝此时仿佛将自己幻化成了一条鱼，从滑梯上滑到小木床上，最后又从小木床上滑到了地下。而辉宝这里又上了超雄症，跟妈妈一阵打闹，想要压住妈妈不让妈妈起来。瑞宝滑到地上后，随后捡起了妈妈刚才吃剩的竹子，
拿起来磨牙。就在这母女三个尽情展示这母慈子孝的画面时，通道门这时打开了。此时爱宝正被辉宝骚扰着，还没有注意到通道门的打开。瑞宝这里正忙于啃竹子，没空回头查看。宋三岁眼瞅这娘三个回过头了，于是来到园区提醒他们。就在宋三岁来到园区收拾竹子时，瑞宝一转头看到爷爷来了，立马冲着爷爷跑了过去，但速度还是慢了一些。等瑞宝追上宋三岁时，宋三岁已经关上门走回办公室了。而瑞宝这里也没有过多的犹豫，直接掉头走进了通道门口。宋三岁也没想到今天先回家的居然会是瑞宝，而不是爱宝。紧接着辉宝在宋三岁的吸引下也从小滑梯上爬下来了。辉宝下来后因为没有追上宋三岁，也是直接径直回了家。而爱宝这里就不用烦恼了，爱宝向来听话，爱宝就这样跟在辉宝后面一起走了回去。今天的收熊不仅让宋三岁体验感满满，而且因为姐妹俩的配合，还让宋三岁很有成就感。依依今天去看瑞宝辉宝时，偶遇江爷爷正站在油锅的高级区处。江爷爷看着宝家成员，思考着什么。依依猜想，可能是在赌熊思熊。姐妹俩现在这可爱的模样，越来越让江爷爷想念福宝。姐妹俩现在的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和福宝小时候一样的调皮。例如，瑞宝今天非要爬妈妈此时正倚靠着的小树，但是此时爱宝阻挡了瑞宝的去路，瑞宝便直接踩着爱宝的身子爬了上去。瑞宝踩在爱宝身上的样子，就像是在爬楼梯一般，但爱宝被瑞宝这50多斤重的熊踩在身上，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直到瑞宝爬到树上挤到自己时，才反应了过来。瑞宝接着一下扑在了妈妈的头上，将妈妈揽进了自己的怀里。爱宝被瑞宝弄得痒痒的，小手在头上挥来挥去，好似一副娇羞的模样。爱宝可爱起来，瞬间就没了瑞宝辉宝什么事儿。一会儿，瑞宝又挪动了一下位置，又踩了妈妈一遍。这一下爱宝忍不了了，表示瑞宝这逆子真拿自己当地毯，在自己头上踩来踩去的。母女俩闹着闹着就急了，爱宝一口咬住了瑞宝的小脑袋瓜，让瑞宝老实一点。而此时无聊的光君正趴在小亭子上，光君一个人默默地啃着竹笋。妈妈和姐姐的热闹并不属于自己。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瑞宝来到了爷爷的员工通道门口。姐妹俩现在不仅会自己下班回家，甚至都有了想提前给自己下班的想法。江爷爷不再为每周的节目录制而烦恼后，心情明显变得愉快起来，放下手机，在园区一心一意的和瑞宝辉宝玩耍。爷孙仨相互陪伴，相互治愈着。而现在的宋爷爷则是满脸的严肃与惆怅，就算姐妹俩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也很难再展示出开心的模样。亦或是福宝的离开让宋爷爷疯心了。有依依表示，宋爷爷现在对姐妹俩完全不是当年对福宝那样的状态，亦或是不敢爱了，对爱的犹豫，毕竟3年后的分开是必然的。而想必宋爷爷此时在园区发呆的这个时刻，之前应该是给福宝放置竹子，亦或是为福宝打扫卫生的时间，而现在突然空闲了下来，这让宋爷爷不禁又想起了福宝。福宝对于宋爷爷而言，宋爷爷在节目中曾讲过，福宝是不一样的，而且宋爷爷总是讲到福宝教会自己很多，甚至感叹自己上辈子和福宝是多大的缘分，今生才以这种方式见面，并表示下辈子还想和福宝再次见面。다음 생이 또 있다면 어떤 모습이 됐든 또 만나서 사랑하고 인연을 맺어가고 싶은 그런 존재가 되지 않을까 그런 생각을 해봅니다. 与正处于深情和悲痛中的宋爷爷相比，江爷爷的状态看上去比宋爷爷轻松许多，似乎没有了之前那般压力。自从江爷爷说要暂停自己的节目后，江爷爷在网上的视频画面确实肉眼可见的变少了，就连韩国的几大综艺节目，江爷爷也都很少露面了。江爷爷在自己流量最高的时候选择了退居2线，这一行为足以证明江爷爷对宝家的爱是单纯的。看来以后想要见到江爷爷，只能去爱宝乐园了。而对于心态这一点，宋爷爷还要向自己的前辈江爷爷多多学习啊，早日走出 emo 的状态，重新找回之前的宋3岁。宋爷爷表示，人最怕失去后的忏悔。宋爷爷在节目中讲到，自己母亲去世后，自己就常常感到后悔。 제가 그렇게 착한 아들이 아니었거든요. 근데 어머님을 보내고 나서도 이별을 하고 나서도 되게 후회하는 일들만 자꾸 생각이 나는데 而这个事情对于后来宋爷爷全心全意的照顾福宝是个很大的契机。宋爷爷在明白这个道理后，便立誓要全心全意的对福宝好，并称要对得起自己身上的这身衣服。내가 이 일을 계속 이 옷을 입고 있다면 진심으로 해야지. 就是从那时起，宋爷爷的心门打开了。每个人的情感经历是不一样的，而宋爷爷从福宝这里得到了救赎，
让自己找到了作为饲养员的含义。而或许这也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后，对所做工作的热爱。之后，宋爷爷也开始用视频记录起了与福宝的点点滴滴。而宋爷爷现在的账号，在以前是江爷爷负责运营的。可以说，江爷爷没有像宋爷爷这样一直封闭着心门。对于江爷爷，虽然起初也是不想来熊猫世界，但当乐宝和爱宝一起向自己敞开心扉时，自己的心门便打开了。当时江爷爷用这个账号记录了许多关于爱宝和乐宝的日常生活。最开始配合江爷爷拍摄视频的还是隔壁小熊猫的奶爸，而此时的宋爷爷只想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可以了。直到2019年，宋爷爷的妈妈去世了，紧接着福宝出生了。宋爷爷被福宝救赎后，开始渐渐地打开心门，之后便开始学着江爷爷拍摄自己与福宝的生活日常。而自此之后，宋爷爷对福宝完全是将其当孩子养，每天都像变魔法一样给福宝带来新奇的小玩具。虽然这些玩具都没有花1分钱，但是这些玩具每一个都透露着宋爷爷心意满满。而此时，江爷爷便自己重新另起了一个账号，专门用来发福宝一家，准确的说应该是发福宝，顺带手拍了拍宝家其他成员。因为总体来说，江爷爷的账号福宝的出镜率能达到70%。就这样，宋爷爷在江爷爷身后紧紧跟随着。3年的时间，两人不仅给福宝饲养成了一只健康且阳光的大熊猫，同时还让福宝的人气成为了韩国顶流。而两个爷爷也恢复了对生活的期待。来照顾福宝一家，不只是有江爷爷、宋爷爷、盛熙阿姨，原来在镜头背后，他们有一整个秩序化团队。宋爷爷今天在日记中分享了宝家团队的合照，只不过江爷爷今天休班不在，而这周宋爷爷还在日记中分享了姐妹俩的美照。宋爷爷看着瑞宝的模样，表示瑞宝的鼻子和耳朵像妈妈，眼睛像爸爸，而这调皮的样子，宋爷爷表示这让自己想起了福宝。而辉宝则是鼻子和耳朵看起来像乐宝。对于眼睛，宋爷爷表示，如果仔细看的话，辉宝和爱宝的眼瞳周围的白点看起来一模一样。另外，宋爷爷表示，爱宝这周拥有着充足的闲暇时光，因为姐妹俩现在完全可以彼此陪伴，所以爱宝的自由时间变多了。不过有时姐妹俩实在太烦，爷爷们便将通道门打开，让爱宝来通道里休息一会儿，因为通道口的过堂风很凉爽，爱宝趴在通道门口就睡着了。而宋爷爷则在鼓励着爱宝，表示爱宝这样已经做得很棒了。另外这周，宋爷爷还在草丛里发现了瑞宝和辉宝的亲团，由于画面过于美丽，给姨姨们放在评论区了，姨姨们选择性观看。而宋爷爷则拿棉花糖来打比喻，表示这个样子有点像被微波炉融化的棉花糖一样。而宋爷爷休息了2天后，今天以最饱满的情绪重新回到了园区。宋爷爷上班后，江爷爷又休息了，接下来2个爷爷可以正常轮流值班了。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减少2个爷爷的压力。瑞宝看爷爷站在一旁，主动走上前，不过瑞宝没有去黏着爷爷，而是躺在了独木桥上，侧着脑袋看着爷爷。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瑞宝这小心思，感觉以后欲擒故纵的手段会比福宝姐姐还要厉害。一会儿，不堪无聊的辉宝凑到了姐姐身边，辉宝丝毫不在意姐姐的感受，一屁股就坐在了姐姐脸上。姐妹俩的性格简直是云泥之别。瑞宝沉稳的不像是一个还未满1岁的小熊。辉宝坐在瑞宝脸上后，瑞宝没有责怪妹妹，而是选择了把地方让给辉宝。宋爷爷看着姐妹俩这样子，嬉笑不已。而这时也到了下班点，宋爷爷给姐妹俩分批次抱回家，并跟姨姨们示意今天的营业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原来宋爷爷年轻时的饲养员生活这么丰富。前几天看到有人考古出了江爷爷在动物园当引导员的视频，今天又看到了宋爷爷给游客们表演节目的视频。2个爷爷在动物园这个领域真是全能啊！只见宋爷爷手托鹦鹉，让其飞舞在观众之间。不仅如此，宋爷爷给小水獭指挥的也是有模有样的。宋爷爷这年轻时宛如一个社牛 ，cosplay 穿在身，丝毫不怯场，甚至还会引导金毛弹钢琴。宋爷爷这真是全身都是活儿。宋爷爷除了饲养大熊猫以外，最擅长的还是饲养灵长类动物，例如金丝猴、猩猩等。而宋爷爷手里的这只小猴子，从出生时就不断的遭到族群里其他猴子的欺负。宋爷爷一脸镇定的将其拿在手中，仔细检查着小猴子的身体状况。此时，小猴子的胳膊已经被猴群折断了。宋爷爷需要观察小猴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对其进行治疗。宋爷爷这从容淡定的神态，貌似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事情了。此时从宋爷爷身上根本看不到，以后他会因为一只熊猫幼崽从树上掉下来而自己没接住，懊恼了整整3年，甚至严重时期就连做梦都会在埋怨自己。这种感觉像是宋爷爷饲养大熊猫后降智了，虽然实际年龄变大了，
但是心理年龄却越来越年轻，最后被公认为心理年龄只有3岁。宋爷爷小心翼翼地扶着小猴子，另外的饲养员负责为小猴子上药。小猴子似乎明白了饲养员们是在救他，为他疗伤，所以便不再挣扎。小猴子不敢看自己的伤口，于是转过头去，咬着牙强忍着疼痛，接受着饲养员的治疗。宋爷爷将头靠在小猴子的额头上，试图给予其鼓励，使其有安全感。宋爷爷用额头触碰小猴子的额头后，小猴子停止了哭泣。宋爷爷从年轻时对于小动物们就有在用心去照顾，所以现在饲养保家时，宋爷爷并不是在演，这更像是爱的接替。宋爷爷对于动物的爱没有过偏袒，只想把自己当下最好的状态和责任心给予自己现在所照顾的小动物。这也是宋爷爷为什么能得到游客和网友们认可的原因之一。爱宝乐园有一只会说韩语的大象高斯克，大象饲养员最近向高斯克问福宝回国了，有没有想念福宝吃剩的竹子，顺便还问了一下高斯克福宝在中国过得好不好。不愧是爱宝乐园，每一个动物身上都有着满满的综艺细胞。虽然高斯克看着不是很大，但是其实已经33岁了。宋爷爷表示，虽然大熊猫和饲养员现在比较受关注，但实际上动物园里的其他动物和饲养员也都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各自努力，甚至比自己对动物的付出还要多。宋爷爷没有刻意标榜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比别人要多，而是实事求是地讲述着别人的优点和付出。当时我国专家再去给爱宝接生时，宋爷爷也是毫不保留地对我国专家发出了从内心表示赞叹和敬佩。 그런 반해서 걱정을 저희가 하는 데 반해서는 굉장히 좀 여유롭고 냉철하시고 그런 부분이었던 거 침착하셨어요. 그래서 더 이분을 믿어도 되겠구나 의지하게 되고 많이 따르게 됐던 것 같습니다. 이루지 못했겠구나 이런 생각이 들 정도로 큰 도움을 받았습니다. 这次宋爷爷在节目中讲到自己在动物园工作已经22年。宋爷爷表示，当时刚来动物园时负责的是灵长类动物，也是除大熊猫以外饲养时间最长的动物，而且 这次宋爷爷还在节目中官方认证了，江爷爷就是自己的主管。 예, 이제 송영관 사육사님은 이제 강철원 사육사님이 첫 사수라고. 네, 맞습니다. 예. 而且宋爷爷从刚来动物园时就跟着江爷爷，当时宋爷爷在照顾灵长类动物时，主管便是江爷爷，直到现在又一起来到了熊猫馆，一起共事。而且宋爷爷表示自己能来熊猫馆工作，还是江爷爷亲自跟院长推荐的。当时宋爷爷还是挺不愿意去的。 宋爷爷表示，当时自己刚人工哺育了一只人猿幼崽，因为幼崽出生时身体状况很差，所以饲养员们决定进行人工哺育。而宋爷爷当时则作为第一责任人，当时宋爷爷可谓是对其注入了不亚于对福宝的感情。就在宋爷爷陪着人猿幼崽慢慢成长时，人猿幼崽的病情突然恶化了，而且恶化得很快，最后人猿幼崽没有撑过去。当时园长为了让宋爷爷走出这个悲痛，鼓励宋爷爷换个环境，于是便去了熊猫馆。 而宋爷爷后来才得知，当时其实是江爷爷推荐的自己。是江爷爷在福宝刚出生时为福宝写的第一篇日记。日记中，江爷爷详细介绍了爱宝在生产福宝时的各种小状况。当爱宝刚生完福宝时，爱宝就开始本能的照顾福宝，小心的呵护和舔舐。而且在福宝刚出生的3天里，爱宝不吃不喝不尿，只为好好呵护福宝。作为旁观者的江爷爷看到爱宝的这一行为后，很是感动。 自此，江爷爷口中就经常说爱宝是一个伟大的母亲。而福宝出生后时，第2天才吃了爱宝的奶水，并且也是在这一天，饲养员们对福宝进行了第1次的健康检查，为了为爱宝补充营养，同时为了爱宝的胃口和食欲以及好消化，江爷爷在日记中提到自己选择了柔软的竹笋，而不是竹叶。爱宝这时的情况，因为分娩带来的痛苦导致很虚弱，以及爱宝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 而由于这时已经过了竹笋盛产的季节，很难找到营养丰富的竹笋。不过江爷爷在此之前用低温冷冻为爱宝准备了一些竹笋，而且根据江爷爷2年的测试，这样的竹笋存储方式爱宝是最喜欢的。其他存储方式因为爱宝不吃，所以已经都被淘汰了。当江爷爷给竹笋提前解冻好喂给爱宝时，江爷爷表示爱宝吃得很开心。江爷爷认为爱宝是明白自己的感受的。 如果自己不吃，奶爸肯定会伤心焦虑。而在江爷爷看到爱宝能够正常吃饭后，心里也很是感激。自这之后，爱宝便开始了自己的坐月子时期。因为每天的食欲渐增，不仅福宝在健康的长大，爱宝的身体也在饲养员们的照顾下快速恢复着。看完江爷爷的最新一篇小作文，感觉江爷爷又想福宝了。江爷爷这次在日记中提到了 自己在园区种植的麦门冬。江爷爷在日记中写道，种植麦门冬时，
福宝还小，没想到这株麦门冬能够成长这么久。而这株麦门冬也算是看着福宝长大的，而且现在麦门冬又继续陪伴起了瑞宝和辉宝。而江爷爷与麦门冬的相识已经20年了，就是说宝家园区里面的每一种植物都不是随随便便从市场批发来的，甚至这些园区的花草更像是江爷爷前半生所经历过的故事。江爷爷讲解到，麦门冬是一种处在阴暗处也能生长得很好的植物，而且它们的根部还是一种中药材。而江爷爷发现这个麦门冬时，是20年前在一个树木园里，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树木，而当时麦门冬就生长在一个不起眼且阴暗的斜坡上，在那样的环境下，麦门冬还能开出这般美艳的花朵。江爷爷被当时的麦门冬给打动了，立刻拿出了小本本，给麦门冬的名字记了下来。而在福宝出生后，江爷爷觉得可以再给福宝的园区种点不一样的鲜花，还要是可以生长在福宝园区这种斜坡上的花，同时生命力也需要顽强，不然在福宝的摧残下根本看不到其长大，更看不到它们开花。在江爷爷翻阅自己以往的笔记时，便再次想起了麦门冬，于是麦门冬便出现在了福宝和乐宝的园区。虽然福宝的园区的麦门冬没有乐宝园区的麦门冬长得要茂盛，但是麦门冬生命力的顽强也坚持陪伴完了福宝在韩国的这些日子。而接下来园区里的麦门冬还需要继续陪伴瑞宝和辉宝长大。江爷爷和宋爷爷对于福宝的出名从来没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江爷爷也多次表示福宝的出名更是大家的努力。 후보가 그렇게 유명하게 되기까지 아마 저분들이 다 함께 협심해서 아마 함께하지 않았을까라는 생각을 해서 정말 고맙고 감사한 분들이네요. 而对于福宝来说，除了爷爷和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宝家粉丝们，福宝最该感谢的应该是他的妈妈和爸爸，因为福宝从小是由爱宝贴身抚养长大的。这段时间里，爱宝同时也把自己所有本领都交给了福宝，而福宝能成为爱宝的女儿，也是一件有福气的事情。因为爱宝的情绪比较稳定，更有一套自己的育儿方式，福宝能有现在这般拟人的样子和开朗活泼的性格，也都是因为有爱宝教育和陪伴。小时候福宝经常挨打，这是爱宝在及时纠正福宝的错误。不过爱宝虽然总是用的幅度大，但用的力气很小，而从小跟着妈妈幸福长大的福宝，想不优秀都难。而爱宝这里，而为了将福宝带好，则是劳累了福宝的整个童年。有时候劳累的倚靠在福宝滑梯上就睡着了。江爷爷看了爱宝这个样子，都难免有些心疼。而对于乐宝，虽然对福宝只有生育之情，没有养育之情，但对于当时能够和爱宝顺利生下福宝，乐宝在当时也是自己承受了所有。江爷爷曾表示，因为雄性大熊猫和雌性大熊猫在恋爱期间，雌性大熊猫的情绪容易激动，以至于会攻击雄性大熊猫。但爱宝和乐宝恋爱期间，乐宝对爱宝一直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任凭爱宝对着自己发泄。 워낙 러브하고 성격이 좋은 아이잖아요. 좀 시기가 이르거나 그럴 때는 암컷이 또 심하게 공격을 하거든요. 공격을 하는 것에 대해서 러브하고 잘 받아줬어요. 이런 서로 호흡이 잘 맞는다. 그런 생각들이 들었을 때 그때 잘 되겠구나라는 느낌이 있었어요. 而福宝现在这乐观开朗的性格，以及不管去往哪里都能很快适应的乐宝的基因要这么办。在江爷爷的第5篇日记中提到，其实自己和熊猫馆的饲养员在福宝出生的第30天里，偷偷为福宝庆祝了一下福宝的满月。这天福宝长到了1公斤，熊猫馆的所有饲养员都一起来庆贺，以及爱宝乐园的2个院长都来到了熊猫馆为福宝庆生。看江爷爷开心的，自己好大孙过生日，简直不要太激动。这时的福宝从起初的全身粉色初长成了黑白颜色。这时候爱宝不再每时每刻的将福宝抱在怀里了，开始试着在福宝睡着时给福宝放在地上，自己去一旁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江爷爷每每看到爱宝的新举动，就会感叹很神奇，就好像有人教过一样，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让其干什么事儿。江爷爷科普道，对于熊猫宝宝而言，在刚出生时他们是没有调节昼夜节律能力的，很多时候一睡就是1天，而他们又无法自主排便，所以爱宝就需要一直为福宝舔舐、辅助排便等工作，所以爱宝很累。看似爱宝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很悠闲，但实际上爱宝注意力需要一直放在福宝身上，一刻也不能分神。这就是大熊猫母亲的角色为什么如此重要。昼夜的温差大，需要靠妈妈的体温来维持。而在福宝30天左右时，饲养员们为福宝做了一次全身的体检，而之后福宝就全母乳喂养了。福宝自此就没有再喝过饲养员们的盆盆奶。根据江爷爷的统计，这个时期里的福宝一天需要吃4次奶，而同时这个时期里的乐宝也在恢复自己的体力。江爷爷也会为乐宝准备月子餐，也会准备一些鲜嫩的竹子和竹笋，
很快福宝能够自己调节体温了，以后检查时不用再必须从孵化箱里做检查了。这时吴凯奶爸在江爷爷身边陪着，江爷爷检查福宝时很是小心。而这时也是福宝经历的第一个秋天，虽然福宝还无法享受室外秋天的感觉，但通过福宝的眼神中可以看出，福宝现在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更加坚定了，更想要快点长大了。蓝天宝也没想到，以前在自己身边小小的福宝，眨眼间就成长到了能给自己连根拔起的地步。这是福宝出生5个月左右时，园区里的任何植物对福宝来说都是巨大的。身边的蓝天宝对福宝来说也可以算得上是参天巨物了。爱宝为了让福宝练习爬树，但又不能让福宝爬高大的树，以免受伤，便给福宝在园区找了一棵福宝能驾驭的小树，有爱宝陪在福宝身边，福宝便开始了放心大胆的攀爬。只见福宝大胆的对着小树迈出了第一步，但下一秒就坚持不住掉下来了。爱宝一直在旁边鼓励着福宝，让福宝不要灰心。爱宝表示有妈妈在旁边，福宝不会有危险的。爱宝的鼓励让福宝再次恢复了信心，福宝鼓足力气再次攀爬，爱宝则伸出手在旁边护着。爱宝真的很在意福宝，虽然树很小，但爱宝却还是很担心。福宝尝试了几次后，开始不再需要爱宝的帮忙。福宝让爱宝走开，不过爱宝一走，福宝转身就坐下了。福宝还真是从小就是个古灵精怪的小调皮鬼，看到妈妈走了，开始享受躺在小树杈上的感觉。结果福宝的偷懒被爱宝发现了。福宝眼看妈妈过来了，连忙解释自己只是累了休息一下，自己这就开始继续爬树，让妈妈快走吧，这次自己是不会再偷懒了。爱宝让福宝要好好锻炼，绝对不能偷懒。爱宝走后，福宝真的没有再偷懒，为了早一点能去室外玩耍，福宝也是在努力着。而福宝和现在瑞宝、辉宝小时候的生活有所不同。福宝小时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游客观看的，爷爷们偷偷陪福宝的时间要比陪瑞宝、辉宝多。爷爷们为了培养福宝爬树，还在小木床上固定了一根木头，这样爱宝一边坐在小木床上吃饭，一边还可以看着福宝。随着福宝一遍一遍的练习，一次一次的摔倒，福宝虽然爬树的本领没有增进多少，但是越来越抗摔了。虽然福宝摔得很惨，但是爷爷和姨姨们看了笑的是真开心。虽然爷爷和姨姨们看到福宝摔倒时都很想笑，但想必都是笑在脸上，疼在心里。而福宝就这样摔着摔着，就摔到了室外园区。这时的室外园区同样没有游客，室外园区和室内园区一样安静。这个时候爷爷们属于是给爱宝找麻烦，因为来到室外后爷爷们就不管了，只能爱宝接手。爱宝就需要随时盯着福宝。这不二胎了，爱宝就跟奶爸们商量好了，别让姐妹俩出来的这么早，让姐妹俩不需要人管的时候再出来。因爱宝下班时多看了一眼小汽车上的竹子，不出意外的爱宝今天又是最晚回家的，因为爱宝看不得姐妹俩浪费粮食，姐妹俩丢掉的好竹子爱宝都会重新捡起来吃掉。不过爱宝很快就给竹子吃完了，走回了家。而今天宋3岁因为收熊顺利，还开心的跟姨姨们比了个胜利的手势，看宋3岁笑得多灿烂。临近下班时，姐妹俩这次都在小亭子上。今天中午时姐妹俩睡得很足，所以今天下班点时姐妹俩都不困。此时辉宝正给瑞宝压在身下，辉宝总是爱欺负姐姐，而瑞宝很是谦让辉宝。面对辉宝的折腾，瑞宝都不反抗，同时也是因为辉宝虽然动作幅度大，但实际上咬的根本不疼。姐妹俩就这样一直打来打去，闹来闹去，直到通道门口传来声响，姐妹俩这才停手，一起转头望去。此时通道门开了，圣希阿姨又开始喊姐妹俩回家了。今天首先是辉宝听到圣希阿姨的声音后，从小亭子上下来，然后一路小跑回了家。不睡觉的辉宝就是这么听话。而瑞宝这里没有走爬梯，瑞宝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大长腿，直接从小亭子上一跃而下，而且还是平稳落地。瑞宝走到妈妈身边，问妈妈要不要一起回去。爱宝让瑞宝先回去，自己不着急，自己要把这些竹子全吃完再回去。于是瑞宝这里便先自己走了回去。与此同时，乐宝这里也还没回家。乐宝和爱宝一样都在坐着吃竹子。乐宝吃完竹子，望了望通道门口，又围着小亭子转了一圈，然后蹲在了小亭子边上铲起了青团。铲完青团后，乐宝也没着急回去，就这样面对着通道门坐着，又给自己挠起了痒。奶爸们以为乐宝这明显是故意的，跟奶爸玩欲擒故纵拿捏奶爸，而实际上乐宝是为了等爱宝。爱宝这里吃完竹子回家后，乐宝这里的小动作也结束了，从小亭子上下来，跟爱宝一起走回了家。爱宝和瑞宝沉浸在睡梦中时，我们的辉老板开启了自己忙碌的一天。只见辉宝爬上了小木床，先是闻了闻妈妈刚才标记的气味，有妈妈的气味在，辉宝心里就有安全感。
随后便在木墩处独自享用今日份竹子。吃完竹子后铲青团时，还不忘将青团铲在草丛里藏起来，最后再跑到妈妈身后，模仿妈妈的样子展示一下自己的小短腿。而这时还在做美梦的瑞宝突然惊醒，好像预知到有什么危险即将来临。原来是辉宝折腾完妈妈，来到了姐姐这里，偷偷爬上小树，想要吓唬正在睡梦中的姐姐。辉宝看到姐姐被自己吓醒，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辉宝同时还是一位运动选手，每天的训练场所就是我们的小木床。运动后的辉宝还喜欢去自己的小公主。辉宝忙来忙去，而瑞宝和爱宝则始终在睡梦中。一会儿，睡不着的辉宝终于等来了圣熙姨母。辉宝像是找到玩伴一样，屁颠屁颠的跑到姨母旁边，看到辉宝跑过来的姨母，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陪辉宝玩耍了一番。只见姨母拿着胡萝卜引诱着辉宝，而被胡萝卜所迷惑的灰傻瓜跟了姨母一路。发现姨母并不想把胡萝卜给自己，辉宝感觉自己的小自尊受到了伤害。姨母听到对讲机有人呼唤自己，随后赶紧将给爱宝准备好的胡萝卜放好便离开了。姨母刚走，我们的辉宝便对惦记已久的胡萝卜发起攻击，不过一不小心把胡萝卜弄到了饭桌下。而此时毫不知情的艾女士爬上饭桌准备干饭时，却发现胡萝卜不见了，当场懵在原地，还以为姨母没有给自己准备午饭。而此时的罪魁祸首辉宝试图用表演来掩盖自己刚才做的事情，仿佛是在告诉妈妈自己也不知道胡萝卜去哪儿了。信以为真的爱宝则开启了自己的寻胡萝卜之路。小木床上、滑梯上、独木桥下都没有胡萝卜的身影。辉宝见妈妈又走过来，也是心虚的爬上了小床。要是被妈妈发现自己弄丢了胡萝卜，又免不了被妈妈一顿胖揍。而我们的瑞宝则是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安静的在高处挥舞着和平的竹叶。转眼间，姨母给了辉宝一个贴脸开大的镜头，而宋爷爷看到圣熙阿姨在录制视频，则趁机跑来跟镜头前的姨姨们告状，展示了他的雨靴，表示自己的雨靴被辉宝弄成了世上仅此一双限定版雨靴。